小熊精萌兰究竟有多聪明？官方认证的智商超群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不仅从小就会自己关门，还边拉边找锁眼对准后迅速关闭，丝毫不留作案痕迹，还会主动让奶爸摸摸鼻头。第一次奶爸没摸到，体贴的萌兰又伸过去给奶爸摸摸，真的太有爱了。小时候看庆大被栏杆卡住，立马上前施救，咬着庆大的后脖梗使劲往外拽，最后庆大成功被救出来。怪不得都说正常熊猫的智商在4、5岁左右，而萌兰的智商起码得有8、9岁。从小萌兰越狱就格外流畅，知道自己头大，每次就让头先过身子再过去，果然没什么能难倒我们萌萌的。不仅如此，萌兰还会帮奶爸奶妈收猫，看弟弟思念挂在树上不愿回家，萌兰就主动上树3下5除2就把弟弟劝了下来。连奶妈都忍不住揉他的大脸蛋夸奖，和哥哥萌大拔河会把绳子拴在木头上，期间还抬头看看大哥有没有发现。开始拔后，萌兰不出意料赢了大哥，于是就开心的咩咩叫转圈。和奶妈拔河知道对方是女生不会太使劲，和奶爸拔河看奶爸有些累了还会故意放水。不得不说我们萌兰真是贴心的小棉袄。还有最经典的和发箍奶爸一问一答，无障碍交流的名场面。果然熊猫都是四川话10级学者。谭爷爷喊他回家，萌兰也会一边跑一边回应爷爷，好像在说爷爷你别着急，我马上就到了。有时怕爷爷等久了还会抄近道回去，快到家门口了还一直在回应。怪不得都说萌兰是男朋友的标准模板，因为她事事有回应还活泼开朗。过5岁生日时，奶爸奶妈给准备了餐盘，里面有很多好吃的，谁知萌兰吃着吃着竟发现餐盘反过来可以照镜子，于是直接沉迷在自己的美貌中无法自拔。不得不说三太子还挺臭美呢。最后就是萌兰利用玩具越狱的名场面了。别的熊猫越狱靠的可能是体力和攀爬技术，我们萌萌靠的完全是脑子。拆监控、养小鸟、健身，做好一切越狱前的准备工作，然后踩着小球丈量高度，抓着栏杆就上去了。翻过去之后还会沿着栏杆往外移动，没点特工经验是不幸的。虽然最后败给了美食的诱惑，但我们三太子从未放弃自己的越狱大业，因此动物园都不敢给他准备太多玩具，怕他再次越狱，还把有可能成功垫脚石的玩具都上了铁链。萌萌凭实力给自己挣了一屋子烫屁股玩具，妥妥一工业风。就问这样智商情商全部拉满的小熊精，谁能不喜欢呢？你知道吗？北洞除了顶流萌兰，还有一只因社恐从不对外展出的熊猫，那就是胖大海的亲姐姐花点点。2017年，花点点和萌兰一起从四川来到北京动物园。一开始的萌兰还有点社恐，点点看起来倒是非常活泼。然而两熊经过检疫一起在奥运馆展出时，情况却来了个180度大反转。萌兰看到人山人海的游客，立马化身熊来疯，暴露出社牛本质，不是上树劈叉大秀一字马，就是热情的和游客互动贴贴。而点点看起来却有些害怕，爬上树20多分钟都不下来，期间转头看一眼游客就立马转回来，竹子也不怎么吃。一开始奶爸奶妈还以为他只是有点认生，后面就会好些，谁知小家伙在外面一天不仅不吃饭，连粑粑都不敢拉。奶爸奶妈们一看这样下去肯定不行，为了点点的身体着想，决定不对外展出，让点点一直在北洞的后院生活。因此很多人不知道北洞还有一只未展出的熊猫。其实小时候的花点点还是很有名的，因为在端午节出生，粉丝又叫她端午小公主，从小以美貌著称，人称一枝花，因此又叫花点点。曾以小背篓照成名于网络。妈妈是英华和同在北洞的胖大海是亲姐弟，因此有网友说怪不得胖大海那么卖力吃播，原来他还要给姐姐挣伙食费。虽然点点无法营业给北洞带来收入，但北洞并没有对他区别对待，日常也是新鲜竹子、竹笋、水果管够，每年还会给点点准备盛大的生日会。虽然他只能一只熊果，但有奶爸奶妈的陪伴，他一点也不孤单。北洞还会时不时发布点点的生活视频，让点点即使不营业也能和粉丝见面，告诉粉丝他在北洞过得很好。不仅如此，北洞的饲养员们对点点也很好，管理员木叔没事就会去找他聊天，像对待亲闺女一样逗他玩。点点，哎呦，这大屁股，哎，那个，点点。点点生病时，徐老爷还不顾危险近身给点点抹药。看到这里就忍不住控诉那些网暴徐老爷的网友，他明明是那么用心负责的饲养员，居然还有人去投诉他。北洞的饲养员对每一只熊猫都很好，旁观者还是少指手画脚了。希望点点在北洞度过快乐的熊生吧。这只熊猫名叫生意，被称为海外版萌兰，翻墙越狱拿捏奶爸样样精通。只见生意趁奶爸不注意，借助岩石爬上了围栏，想跟隔壁小动物来个亲密接触。就在他即将翻过去的时候，直接被奶爸打了个正着，踩着梯子把小家伙送了回去。生意想提前下班，奶爸知道他是个越狱小能手，于是就用轮胎把门缝的位置堵住了。生意这就能难倒我？只见他3下5除2就把轮胎拿出来爬了出去，可见这小熊精有多让奶爸操心。奶爸正在打扫卫生，生意非要拿着垃圾桶玩，遭到奶爸阻止后，小家伙瞬间不乐意了，追着奶爸打，打完就往垃圾桶里钻。和奶爸玩滑梯还会生胖气，生意以为滑下来的奶爸能接一下，谁知奶爸居然跑开了。
害得生意摔了个屁股墩。生意气得追着奶爸跑，不仅费爸更费妈。妈妈凤仪在安静的吃饭，生意顺着滑梯滑下来，跑到妈妈的竹子上就是一通打滚，打完撒腿就跑，可见平时没少被妈妈爱的教育。如此调皮捣蛋都是奶爸宠出来的结果。在马来西亚的大熊猫不仅住着独栋别墅4层木床，还有全馆唯一的空调房，连马来西亚的国宝马来貘都没这待遇。不仅如此，每天上下班都有奶爸亲自接送，根本不用下地。因此在马来西亚的大熊猫毛发绝对是最白的。而奶爸们不仅要照顾大熊猫的生活起居，还要充当大熊猫丰容玩具的一员。奶爸用红头巾跟生意玩捉迷藏，当奶爸把红头巾放到他头上时，这真的很难不让人怀疑这孩子成精了。被奶爸宠大的小公主，睡觉都要抱着自己的熊猫玩偶，包好的竹笋给她塞手里都不要。奶爸精准预判生意肯定得扔，于是一直没收回手。果然小家伙就要吃喂到嘴里的，可见这真是宠上了天。看回国的暖暖就知道，马来西亚的奶爸有多宠我们的大熊猫。暖暖回国后直接成了熊猫界的小霸王，有孔雀在他面前开屏，暖暖上去就追着孔雀打，最后一身花衣裳被暖暖拔了个精光。暖暖还拿着孔雀毛剔牙，好像在说让你再嚣张。看来能欺负国家2级保护动物的，只有国家1级保护动物了。如今意义和生意也将回国，奶爸为了让姐妹俩适应回国后的生活，开始训练他们自己剥笋，结果意义一整个乱扒，费了半天劲也只吃了几片笋叶。看到这一幕，网友直呼真的给宠坏了。不知道他们回国后会不会跟姐姐暖暖安排在一起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3位小公主估计能把动物园的房顶掀了。但喜乐拆家是冯奶爸惯出来的，熊猫饲养员对孩子的溺爱能有多离谱？其实破坏是件好事，不一定是坏事。很师兄，别小看人家。喜乐在生日会又开始大拆特拆，换做其他饲养员早就阻止孩子，没想到冯奶爸主动后退一步，表示不破坏他做的竹简，霍霍啥都成。我那弄了一晚上那个竹简，你霍霍那个行，你别霍霍竹简。只能说小冯总被拿捏是有原因的，他对闺女的爱也太卑微了吧。同样被惯成祖宗的熊猫还有冰华，这小妞被奶爸奶妈轮番宠，吃大笋有人帮忙，举着玩秋千也累不着一点，因为有饲养员在另一边负重前行。久而久之，冰华对自己的地位心知肚明，熊孩子开始变着法欺负奶爸，一到下班时间就赖着不走。好好的饲养员被这小妞折磨成了可晕，还有一身倔脾气的大小姐福宝，奶爸对她百般叮嘱不要打滚，生怕这个行为让闺女可刻板，可她竟然直接从外场打滚打到内射。老徐看到孩子计划得逞后，那一脸的调皮样也是无可奈何，毕竟是自己惯出来的宠子呗。同为留学海归的小奇迹，也是王奶爸惯出来的一枚熊孩子。这小子一言不合就故意拆家，一个晚上就能让神树坪天翻地覆，不仅树被薅秃了，就连木架也被小奇迹给拆解了。可仔仔的饲养员非但不生气，还满脸骄傲地夸起来自家孩子。这小孩从小就聪明，只能说王奶爸的爱属实有些盲目。大白兔仔也是个很有个性的熊猫，仗着年纪小在基地称大王。奶爸拿着盆盆奶送到孩子嘴边，小家伙却一脚踢翻。饲养员看到这一幕后都快要碎掉了，都知道鱼可是十足的妈宝熊。小家伙打小就喜欢黏着奶妈求抱抱，即便体重已经接近200斤了，还是抵挡不住他飞扑向对方。而奶妈为了实现孩子的心愿，早就练出来麒麟臂，使尽洪荒之力，脸都憋红了，也要亲手抱着好蛋下班回家。不过在宠孩子赛道上，最逆天的还得是长隆的饲养员们。萌萌生完孩子后逆袭成女王，长隆恨不得每天发800个视频晒娃，就连月子餐都有游客一份，各大商场地铁也全是宣传照，全世界都知道萌萌母子俩平安了。不懂就问熊猫饲养员是有什么 KPI 吗？宠孩子一个比一个还要夸张。